为了活下去，男孩被迫卖掉了母亲遗留的金项链。可没想黑心老板却动了歪心思。How much will you give me for it? $50. 无奈男孩50块卖掉了金项链。这时老板还兴奋地以为赚大了，但殊不知他将因此丧命，因为男孩有着窃听他人思想的能力。就在老板正打开保险柜拿钱时，却不知保险柜密码早被男孩听到。得到密码的他连忙跑回车中，一进车中，身为劫匪的继父连忙询问。可男孩原本不想成为犯罪帮凶。Oh, this is our last job. Liar. What all you got, kid? Tell me the combination. 无奈在继父的逼迫下，他说出了密码。得到密码，继父当即拿出喷子，带着继母快速朝当铺走去。独留车上的男孩意识到这是脱离魔鬼的最佳时机，但在临走前，善良的他想看看老板的结局会怎样。毕竟是自己间接害了他。可当看到继父一喷子杀死了老板，一瞬间害怕自责不断涌现，但这也让男孩害怕自己最后也会被杀掉。他发了疯的拼命逃跑，可继父怎么会放过他这个摇钱棍？不料男孩慌忙下跑到了马路中间，一辆汽车径直朝他撞过去。女人得知自己撞了人，连忙前去查看男孩情况。 Are you alright? I lost my shoe. I'm taking you to the hospital. Come on. 而也是从被撞一刻开始，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。很快，男孩就被送到医院。可神奇的是，除了一些皮外伤，男孩并无大碍。但为了不再回到魔鬼继父那，男孩谎称自己失忆了，并且男孩身上的伤痕不全来自车祸，这让医生推断他可能是受到虐待才不愿记起。更重要的是，儿童中心因为人手不足，所以今晚男孩只能被送去少管所。可克拉克的母亲玛莎却说那不是人能待的，于是他们暂时收留了男孩。不料第二天，玛莎就被男孩惊喜到了。男孩为这个新家庭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，也许是害怕被玛莎抛弃，男孩利用能力读出了玛莎想吃的食物，就连父亲乔纳森也对这个小男孩很喜欢。可就当男孩想读出克拉克的喜好时，却发现自己竟读取不到一点思想。这虽然让他有点奇怪，但却也没放在心上。很快，男孩就跟克拉克打成一片，两人如同亲兄弟般打着篮球。看着这一幕，玛莎和乔纳森也动了将男孩领养的心思。可就当男孩以为会一直幸福下去时，他的继父却找到了他，不想再回到地狱。男孩惊恐地跑出门外，可外面空荡荡的，无处藏身。走投无路，男孩竟躲在了垃圾箱中。但这虽然躲过了继父的追捕，却没躲过垃圾车的危机。男孩连同垃圾被一起倒进车中，随后垃圾车就开启了压缩垃圾模式，眼看着男孩就要连同垃圾被压成方块。